是比较好的，就是我用我的一个版本强势角色把追击拉满嘛，对吧？我的女巫肯定是不好突破的，但是我选择跛脚羊的话，你的心理啊、机械师啊，你这个牵制压力太大了。这个选点的话，其实离4个求生者都会比较近一点，你前期的话就会有一个去选择的余地。对的，只是说你选择这个位置的话，密码机可能就封不住了。看一下东玄的追击目标还是放在了机械师身上。那机械师也是选择原地生成傀儡，但是距离的话有点拉不开。是。想要在甲门附近开始牵制。那么位置已经锁定了，一个围龙过来，还是一个黑墙，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钻到另外一侧去，这刀是没有办法直接吃了。对，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不太好去往外转，所以导致只能在这个双板是搏到一个板子。选择头铁过板，但是机械师的话你毕竟没有转点的一个能力，只能在原地继续牵制，就只能去硬搏板了。是的。东玄这里也是不是很急啊，慢慢的去抽，想要把自己的愿力攒一攒。搏到2个板子。是的，但是他现在不是很乐观啊。这飞轮是交出来了，我3个板子，博弈非常出色。但是东玄这边的话也是把愿力攒到了120。是的，现在的话过客已经是想过来帮一手了。感觉他可能是有点主动去引诱前锋过来的那个味道，因为他自己带了一手兴奋嘛。想要往机械玩偶那边去牵。对。那陶宛这边是一边牵制一边去调动了一下玩偶的位置。还是要被打。这时候前锋也没有选择去拉球，防一手带的兴奋，但是被挣扎下来了。毕竟2刀的一个时间还是比较久。是的。那身上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机械玩偶。是，那队友是已经修开2台了，这个节奏还可以。选择原地去放瓦挡刀，但是没有挡到。这里的话，东玄要硬牵骗一手，兴奋直接交，前锋上当。但是有个飞轮及时的交出来了。可以，你来我往的一波操作，前锋再去拉球，趁这个僵直，很漂亮。高手之间的对弈啊。是，那继续往墙体去靠一下。看一下过客能不能再操作一下。是的，但其实现在的话不是特别建议保，因为怕掉状态嘛。不过考虑到外面因为还有个心理嘛，如果你掉状态的话，可以找心理去进行。就怕被连着拿2刀，只要不连着拿2刀的话都可以。因为你毕竟需要队友去把这个人给救下来。开始移情了，那可能就得气象过来分担一下压力了。是的。这边气象已经是从远端绕过来，但是还是想卡一下机械师的淘汰进度条。是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刚上挂嘛，而且他是有化险为夷的，所以不着急。要吹风救最稳的一个无伤救的打法，还是选择打了气象。那现在机械师的话，飞轮是已经好了。能26吗？对，直接用笼子把他框了回来，再拿到1刀。过客又来呀，熟练度很高。这边应该是前锋给你压力，让你去消耗愿力。真的想挂的话，其实前锋是 OP 不了的。就他硬交围龙的话，其实是没有什么处理办法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不过密码机的话，也是来到了4台左右，差最后的1台。就现在这个局势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考虑把心里这个圈刷出来会好一点，去强拖密码机的时间。这前锋救人的话，他毕竟兴奋要好了，你可以帮忙再卡一下板，只能选择去挡刀了。拆龙，但是还有一个笼子，飞轮掉，然后让前锋扛到刀，很细节，这边直接拉球撞，去逼你这个兴奋。但是东玄知道这个时候他自己绝对不能交这个技能。是的，现在密码机的话已经是1半左右了，过客还在帮。有没有一个让心理给机械师移情的选项呢？好像是很难，没有这个时间。但回来的话，感觉不太好操作啊。2个人我们联合，机械师还在拆龙，前锋飞轮秀，2个人再钻过去，前锋再撞，现在在另外一侧够了，太好了，这配合，那密码机可以选择直接点亮，让没有挂人节奏。是。哇，人队的这个配合实在是太精彩了，但坐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。坐车的话是直接被照下来了。是的，
那这样的话手上还有底牌，可能这个局势的话想争多还是很难。因为那边门的话其实是来不及去点的，所以前锋的话是赶紧回头去点了一下独栋门，切成移形，这样直接甩过来，看脸上是谁。回忆发现了回忆的位置。那回忆的心里确实没有什么牵制空间。哎呦，小短板怎么说？还是倒了。这个时候还想摊啊，摊一手，但这个距离应该是来不及，有机会吗？看一下空调这边能不能走。有个极限距离的说法，好像空调不敢进门了。那就得去拖一下心里的一个。是的，把它框出来，这个飞轮先交，吹一个风，但还在脸上。拆龙再骗，东轩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吗？直接把握住了。但是另外一边心理的自愈已经来到了90。是的，心理的话起来离门的一个距离也算是比较近，而且门已经70了。他有2个笼子的说法。但你交过去的话，感觉来不太及啊。永眠阵这个图很近，但是愿力最终还是不够。那还是一个极限的平。其实上一局本身击倒机械的一个时间还算是比较快的。但确实让前锋操作了一整局。对的，而且中间也是挣扎下来一波嘛，对吧？想要去打那个傀儡，被街市拖，但是他往里面掉，一直牵着，一直掉。我觉得确实是让刚才的街市跟前锋2名选手都发挥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擅长的点，对吧？发挥出了他们的长处。好，这个位置的话，感觉可以直接去中场先看一眼啊。毕竟你人都是从那个方向去拉嘛。对。这个点的话，也是让君少天那边直接去破译中场的密码机，然后冒险家拉走。应该是一路绕过来，绕到墓地这里，想要去动大龙，哇，直接到脸上，而且很稳健，他不钻我再出刀。对，就还是跟他之前的跛脚的风格比较类似，因为他的跛脚是属于比较稳定的那种，是，就是我看准了，我先防一手，然后我再出刀。是的，就别人可能是快，对吧？但是他是准，他是不着急的。但是过来这里还是有一刀，这个熟练度确实带给的压制力太大了。如果不是心理，已经被秒了。对，已经准备挂了。第3个笼子，再一个回身。但这里的话也是没能操作出来啊。而他这里是一个蓄力刀，就是有细节的。他甚至连你飞轮都考虑进去了，都已经防到了。对的。这样的话，1分钟速秒心理，而且他也没有留下应激。技能的话也是没能吃出来。是的。现在的话，木偶是想从墓地后面偷偷绕过来，甚至于说感觉这个闪现有点多余了，可能带个失常节奏会更好。失常的话，现在已经是只有2个半台左右了。对对对，因为脸上就有密码就可以踢嘛。看一下，是看到君少天的位置了。是的。他还是选择交了路易去救啊，那也是等于拿了木偶1刀。这个点的话，只能说拉走了，然后把墓地的那台解放出来，让木偶失去兴起。这个2阶开的有点快了，这才1分半，对吧？那技能已经开出来的话，后面的一个愿力增长，就是会比较麻烦。第2波的话，你大夫还得来救援，只能看冒险家这个破译速度了。这波是3岁过来。但3岁那边满愿力了，直接贴边过来的，想干扰一下中场密码机，哦呦，吓人！一个飞轮赶紧交了出来。在这边交表，哦呦，很细节啊。走位的话还是比较灵巧的。对的。大龙这边的一个26空间也是。等于没有。对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只能说用飞轮去拖点时间，但是拖不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的。是导到了甲门比较角落的地方，让它挂的再久一点。但现在密码机的话是还差1台多一点点，冒险家已经在挖密码输液了。那他这波的话应该是不敢挖出来了，只能挖个49。因为你这波暴露冒险家的位置的话，可能就很危险。直接传，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墓地这个位置半状态的木偶师，走一个8字。但是下来的话，其实牵制空间并没有很多。说实话，对这个位置太危险了，哇！直接续上了节奏。
就捏捏给人一种闲庭这里还有信步的波斯加感觉，士但是他就是在这种从容不迫之间，他就把人给解决了。是的，就他的跛脚猿不是说那种嗯很快很快，但是呢，他续节奏其实很快的他。就完全不着急嘛，对吧？我觉得很冷静、很冷静的去处理你。想让大副的话，赶紧把墓地的大遗产先修开，但是捏捏的话肯定会先出来，直接去干扰你，不让你修的那么舒服。是的，现在场这个密码机虽然差的不多，但是你要补呀，而且救人的压力很大。这里有个跛脚呢，地下室这怎么救啊是？的，千万不能被打到这一刀。但是现在暂时出不去这个笼子的范围，怎么办？两个笼子的时间拖过，人是要过半了。是的，这的话先过来，赶紧站住陆地刀的这个位置。是的，而且你的怀表时间都要结束了，打一刀，还得拆笼子，还得跳下去。想了想，不对，我毕竟救不还是先跑了。吧。交飞轮，那是暴露自己的天赋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这边再但是过来反直接被翻击，倒，甚至是预判了你的翻板，走了一个反向八字。一花想赶紧过来。要吃落地刀，而且出不去这个是的位置。现在的话就只能指望说看能不能再拖点时间是的，大副起来之后再破一下墓地的那台。但是木偶师被逼出了这个木偶之后，他也是一个一刀倒。是的，现在冒险家的话身上其实输液是够开墓地的那台的，啊，那赶紧冲出去。赶紧抢亮密码机。但是大副没有回光返是的照这个，时候还有一线生机。三个人都还卡在墓地。大副这边也是交了自愈起来，看一下捏捏处理了，可以先解决这个没有自起的。那木偶师也是依旧在脸上。哦，这但是过来，冒险家，对，冒险家对在脸上。因为刚刚是就开了密码机之后赶紧跑了嘛。嗯，木偶师现在是浑水摸鱼冲出去了，但对于捏捏来讲，只要他排到耳鸣，这把就是一个大概率的4抓呀。而且捏捏的话其实交传送，那只能与时间赛跑了。焦天得回来救人，但是感觉他的那个位置也有点远啊。有压力的。这边2个笼子直接回到战场了，这就是永眠人的跛脚羊是。的，然后已经到了。时空穿梭的能力太强了，但这边焦木偶可以救下来一波，救完之后自己被打跑不掉倒，挂上大负。求生者的话，只能靠脸上这个冒险家去拉扯。但是冒险家其实他也没有一个太多的拉扯空间，只能先去拖一下木偶师的绝处逢生。是的，但是这个小短板的一个博弈，但是一直跟的话，其实冒险家那边也很难有呀。挽留的一个移速加成，还好冒险家这波没有倒。是的，先回来防一下。哇，现在求生者的劣势非常大，他们必须要想办法去秀起来。是的，所以趁这个机会的话，冒险家是赶紧想跑，然后给一波东玄去给一波捏捏去抉择的机会。是的，但这个时候我直接把人牵到你脸上，你又如何应对呢？直接一挂，但是这个一花是蹲不住的脚。印也是漏了，直接秒接一个笼子锁定你的位置。捏捏4抓，非常漂亮的一波开门战的拉扯。喧嚣的话，打这个阵容会比较五五开一些。喧嚣主要是比较均衡嘛，对吧？6边形战手移速也快，大船的气象，双11的火灾，还有大门的守墓人。这里是直接点到了大门守墓人边上，可能要直接去追守这个救人位了。而且那个点的话，其实对于守墓人来说不太好先知。开局的话，确实也是冲着大门方向去的。一花那边是提前拉点，然后板子一拍，这样的话，感觉这个追击速度应该会很快，因为是的，直接上到2个定下标记了。对，其实这2下的话上的还是比较早一点的。而且他有带快踩，所以说就是去针对了一手守墓人。看一下第3个标记，感觉能打出来。这里的话没上到，但这个板区也不好去博弈，直接上2层球，然后再看双惊喜的第2段。看这里感觉来了，杀了，一刀。守门人再去下铲，赶紧把自己的道具全交。但这些板子的话清理掉的话，其实对于守墓人来说牵制空间就没有很大了。前面的话就可以追着去打了。哎呦，想要直接去上双球，很吓人啊！这个熟练度。但这里的话要被打出来了，是吧？又是一层双球，马上那牵最后一制不个1分钟的一个时间，拿了4刀，非常夸张。这把的话，捏捏是选择带了一手兴奋的。看一下挂上之后贴过来的是大龙的火灾，他这个追速度应该一会儿就自动开2阶了。
而且你这个手椅的话，给到求生者的压力也很大。是。这下来之后，守墓人其实他本身也没有很多的牵制空间，基本上是没26的。火灾选择作为一个一救位，弹气囊过来，贴双球，还想去探一下火灾，感觉这个地方可以招一个绕城仙木，是的，就至少去拿到一个状态，然后再知道你回去找。的守门人是溜不起来的。哇，这一波的话是直接上到了，感觉顺手就把守门人给秒了。密码机的话现在是差不多3台，但守墓人已经2挂了，而且你下一波过来救人的人是没有这个化险为夷的了。说实话，我感觉就是玩喧嚣的时候，你感觉你路边看到什么，你都得给他来2下。对，说不定是有一些意外惊喜。对对对，那这样的话还能打一个拦截啊。这波如果是气象来还好一点，这空军来可能就不太好了。哎，这里是远程已经发现了军少天的位置。军少天在这个气囊边上，那这个兴奋是暂时就用不上。对，那边的话要赶紧停手了，不然的话可能就直接出去追军少天了。直接切船，想要去动一手海边的节奏。那空军现在这把枪是可以放松胶了。现在密码机的话差3个半台，距离还是拉得很开，还得再去拖一点时间。但这边如果带到木屋的话，其实也会干扰一下大龙那边的破译啊。现在捏捏从外圈开始绕，错，那直接找大龙了呀。毕竟这里大龙是半状态啊，更香啊而。且没有回光返照，对，就已知是名牌的了。在空中飞人飞过来，双重惊喜上2层，弹到2楼上面，这边能翻下去还可以。这个牵制还是非常秀的。是的，而且还刚刚前期的利用一下球，对他第一个球，看一下，哇！但双重惊喜直接封死走位了。那还是面临着一个救人压力大的问题，人不好救啊。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也还不够。这首先也一看你是摸的那台还在破译，我直接就过来找气象的节奏了。来到这个熟悉的拐角，但是还是得飞过去啊！感觉不飞过去，这个人是救不了。是的，且3岁那边的话也是得从木屋跑到海边去破译的那台密码机双才行。球，先探一刀气象，想要直接秒他，我直接是秒掉了。现在还没到海边，这个时候2个人换位感觉不太靠谱啊，好像得让大龙去卡了，就是进行这一波的一个救援，但是他是没有一个回光返照的是的，而且大龙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气囊，技能，但是手上还有双重惊喜，这个时候空中飞可以转过去，哎，但是这一小失误对又转过来，那就继续找火灾吧。就差一段距离，而且火灾那边因为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，只有气象是有回光返照的，是的，骗了一个风。不着急挂，知道你亮不了密码机，这里选择了直强接开亮，，那没有挽留，深追手气象，这把去争一个3抓。他有传送的话，感觉还是可以选择去把这个人挂起来。就是给他一个压力嘛。但这里的话，气象其实被秒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，是的，也所以你是一个挂完之后还是能够回头去管到大龙然。后这边火灾自起的话也比较慢，是的刚摸到70。看一下3岁这边的话是从海边贴到大门，对，其实现在我觉得捏捏他可以放心的去追，因为你如果来救人，就代表着你的门肯定没点。是的那如果说你点门的话，你这个人大概率是救不了的。而且你点门的话就意味着只能跑一个了。对的。那只要把火灾一击倒的话，我可以根据你有没有救人来判断，是的，传送传的话是椅子传椅子，知道你去点门了，那没有关系，我让你走一个，但是我是一个3抓。第一局的话，因为到北京 WBG 那边是有优势的嘛，所以3抓那太可以接受了。就本身我就是一个7比2了，我现在再给你来个3比1，对吧？那你看一下你下半场，我这边求生者只要保平的话，只能说东玄掏出这一手确实是很有看头啊，武井村速闪东玄有一些熟悉的画面来了熟，悉，太熟悉了。克制他。直接是在木屋角落的一个选点，你看一下这边天赋携带啊，如果说你带的牵制天赋比较多呢，那还是比较厉害。直接抬伞，
这个位置的话，肯定是要直追入链了，锁定目标。看一下飞的位置稍微有点过头，选择在窗户等你了。且波克那边是没有选择直接转海侧那个方向嘛，对的，所以位置上面跟预判的会有点偏移。把窗翻一下，但是这样的话，窗子也就解封了。往前的话是能进板的，原地去放一个灵柩，想要去捡交互，这个位置也没有失误。但毕竟入殓师他是没有一个双弹的，走路直接拿到一刀。再追击他下去的话，其实飞轮就差不多要好了。这里飞轮好了，但这个位置的话压力还是很大的。一个续刀飞轮，一个飞轮，再一个扭头续刀弹刀了。哦呦，这个小短板，是的，我这里的话波克的博弈非常不错，但是这个位置被卡住了，所以说没有来得及翻到这个短板。对，就感觉这里的话其实是有点说法的，因为你小白本来就是抬刀会比较慢一点点，所以是有一点点回这速闪追还挺厉害，而且他这个闪现都没吃啊。不过入殓师那边的话直接反生，选择自己反，东西这边减一下交互速度，然后再回来处理你这个入殓师。是的。先吸魂，但是他甚至在等入殓师这个反生的过程当中，还去控了一下场。是。密码机现在的话差不多3台，是的，就是看你第4、第5台修的一个时间了，直接飞过来想去找一下，但是回忆的反应很快，对的，也是没有给到你机会。因为你第一波闪现没吃，如果刚刚回忆不防的话，是有一波去打佣兵一刀的说法的。那感觉这一波还得派出空军过来啊，就是看能不能36把这个闪现吃一吃。因为他其实感觉已经是尽量的去控场了。你像佣兵因为被干扰了一下，所以中间还没破掉。对的，现在回忆卡到脸上，然后逃完的空军就在木屋去修密码机。但这里可以去硬修，然后让佣兵过来分担救人上面的压力，你就顶着去修就行了。这一个续刀，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摇铃，等一下手上还有闪，走位把摇铃没有躲掉，说话有震慑风险，还是扛住了。虽然说双倒，但是起码说这个圈开出来。是的。还在控，真的是把速闪之魂的每一个细节都去运用到了呀，东玄。那入殓这波倒的话，等他挂完2台密码机其实都会拖到挺多的。打到这里的话，他现在手上的闪现还在吗？还是有机会去秒人的。直接抬，但陶完那边是提前停手了。预判空军的位置，且陶完这边是选择往后面去绕的。对，就防止你预判我海边转点。是的。怎么说？一个续刀，这闪没有选择交，骗一下走位。但陶完那边也很稳啊。对你骗我也骗。对，我就防你一波，也防你的反绕。哦呦，直接选择续刀去开。但现在的话，因为回忆再起来的话，其实离木屋也会比较远一点。是的，这把枪的话，贴脸选择交出来，没有问题。那边也是给佣兵回了一波状态。是的，东玄这边要死追了，不过这边空间还有一个飞轮，是选择留到后面再去交。但木屋的那台暂时有点修不开，可能不过挂这么远的话，还是有点机会的。应该是可以直接修强亮，然后让气象去压一下密码机。这边是气象，让佣兵去压。但木屋这台暂时还没能修开，东玄也是先赶一下空调的位置。是的，就是不想让你修嘛。是的，但是他其实拖的时间拖到佣兵把远端那台修开，然后再过来去摸陶完就行。是的，也可以，手上捏了一个风。但是距离还是有点近。这里是刀气没过去。它是一个背身的藏红光的刀，但是还没打到。这有一个续刀的机会。哇，再利用地形卡掉。这空调对于这张地图的模型和速闪刀气
很了解，太了解素太材这个刀器了。哇，扭了多少刀了都？火刀，这样的话他吃一刀，队友起来，这个密码机可以强开。那边佣兵已经压好，密码机在等了。但是远端99的那台，好像佣兵过来了，得等空军过去了。这波可以先再等一下，对，等佣兵的一个进度条，或者是看他交不交伞，然后你再去开。佣兵这个坚强嘛，是的，他是一个延迟受伤。现在东玄想要去争多抓的一个面势比较低啊，得尽快去处理掉。回忆的话，手上还有一个护腕，你现在没技能，感觉你交护腕的话，还是能再去拖一点时间。激魂应该能把它处理掉，而且门没有摸到，有机会。那这波的话，佣兵可以冲门、冲小门，然后逼你去管这个佣兵。但是东玄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不想管了，直接想去大门，立刻杀回大门。这波闪直接预判强者的一个大门走位，但是预判反了。是的，空调的话是选择直接拉走，但陶晚安是还在附近的。陶晚安这个时候站在大门角落里面等你来排我这个耳鸣。那东玄的话是直接往大船去找。是的，现在是看到陶晚安出来了。对的，陶晚安这边双弹飞轮得去再操作一下。但是我有闪现，这一波应该是没有什么前程空间的。摇铃加闪应该是能稳收。续刀闪现没问题，然后这个时候传伞也好了，再去预判一手空调的位置。怎么说？东玄很关键，佣兵是有自起的，选择先回去处理一下佣兵。但是他们的话是选择了让空调架在大船附近，第一时间你去管佣兵的时候，他去点大门。那这个时候19秒的一个时间散船能来得及吗？感觉有点极限，哇，与时间赛来不及了，因为已经点上门了。空军这个时候马上就起，9秒、8秒、7秒、6秒，但门已经来到了80。飞过去的话是一个小黑，但是伞船还没有好，这里交一个吸魂，想去预判求生者的位置，但是那边门已经开了，可惜最终还是一个平局。那么我们恭喜北京 W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哇，这个开门战其实他们的思路上面是拎得非常清楚的。首先是你佣兵那边是稍微，你不是喜欢追吗？但是守墓人在之前版本当中，一般来说都是带单化纤维衣。是，那肯定。面对一般要去讲队伍里突破口可能是救人位的话，对，可能会让救人位去携带一手双弹加上化纤维衣。监管选在右下。哇，真的很难想象在4大天王的时代 ，GW 他们会有一位首发速闪的选手，真的是。非常好啊！怪不得说已经慢慢进入到百花齐放了啊，已经到后博奖时代了嘛。后博奖，守墓人先小心一下吧。但是这个伞的方向是直接找花瓷，但是花瓷的话其实倒不怎么怕啊，因为是队伍当中的一个牵制位啊，而且木偶师的话也并不是说多么害怕速闪之魂的一个追击。但第一把伞身距拉得非常紧，直接开始强制博弈，板子破掉，然后这边交了一个板弹加速，刚才穿弹加速也用过了，前面能够正常转到2板，板子一定要去博弈一下。如果说是让速闪之魂跟着踩的话呢，拿刀速度会很快。对的，2波隧道过板，然后第3刀选择不过，但花瓷这边应对策略永远就是只有绕板。对，等到身躯危险了再交易，差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刀器可能是兔子一鸣这边有意为之的，因为刚才如果往右偏的话，这一刀是有的，但是它是往左偏的。然后看一下这边天赋带的是风窗，所以身距还是拉不远。对花瓷来讲，还是要强制博弈。是的，这边也是平地拿到了一刀，直接走嘛，直接走的话，第2刀也有了。对，那这刀应该是也没问题，把路一骗出来，闪现击倒，这个击倒节奏应该算比较快的，非常快的，非常快的。主要第一波贴脸节奏会比较快。闪现直接击倒没问题，先带走，1分10秒击倒。这个击倒速度其实也是怎么说呢？非常的，对速闪之魂来说非常迅速啊，可以说是非常迅速。而且守墓人过来救的话，会有一定的双倒风险。是，而且就角色来讲，你看速闪之魂跟博奖的击倒节奏都一样。对。那这么说的话，速闪之魂开门战还更占优。但中期的话，可能还是博奖的一个节奏会更容易拿一点。对，来看一下这波手椅吧。但这波的话，木偶师很难给到26啊。给刀就好。刀救下来，双倒有没有？抢台双倒。交互之后被摇铃摇到，前面的话感觉这个双倒是能拿到的。对的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哎呦，隔双刀差一点。打到。那拿不到了吧？这个双刀硬拿吗？硬拿，再等摇铃再拿啊。但现在下铲就没办法了。对，铲子好了，而且的话，花瓷已经上2楼了。这个位置飞到2楼下，2楼下的，还得回到2楼上面才能再用自己的一个吸魂，但是这个花瓷已经下来了。不过兔子一鸣这边是意识到了，
猜得很好。但是现在的话，花瓷的这个化险为夷时间也过了，结束了啊，可以用路易去抵挡伤害了。对，所以这波对于兔子英明来讲好亏，双刀也没摊到，然后你看花瓷这个刀气的这个刀气的把握判断也是非常好的。对，这波看一下能不能抽不到刀，差一点点。小白的追击还是太乏力了，在墓地这个点位还是得用小黑去追。躲掉，那有路易的空间。这么精细化的一个操作，花瓷这个板子得搏了。对，这个板子，哎，直接头铁过，但是最后一下打到了路易上。那牵制时间还有，密码机差不多够了。是的，那密码机确实是够了。再躲一个摇铃，倒得更远一点。倒在这边一个二阶，但是的话可以看到骑士已经是贴过来了啊。这边有一个地下室，骑士带了化险为夷。如果挂地下室的话不好救，可以选择直接秒救跳化险为夷。对，因为套环化险为夷时间是够的。对，现在已经60多的一个密码机了。只要骑士能保护好自己，开门战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2个平 A 封住。下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救。飞轮很漂亮。哇，这一波荣誉共鸣。化险为夷也交出来了。是的，能稳定够。而且木偶师他还是有回光返照的，所以他不是很怕。抓住了没有回光返照的奈奈，给到一刀，那该亮还是得亮，用头盔去溜。其实也倒不了。崩技能，啊，这边也不交，直接走。那手里暂时没人，这个闪现没有目标了。没错，主要是现在手里的伞船还没有好，直接吸魂赶过来的话，中场板子又卡了一下位，70。80，有点极限。守墓人魔术师这个位置是可以扛刀的。看一下这波，哦呦，这个刀气打到守墓人，坏了，这把可能有死。是的，因为墓地是有地窖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骑士走地窖，第一轮上半回合是完成了一个4跑，而且地图也合适嘛。你看今天虽然是 GW 的一个主场，但是他们的选永眠之上地图其实是有点给对手选了啊。如果说大家上来互拼不叫羊，这样的话去压下面的话，3名求生者的密码机都不太好修，是全都得拉点。对，跛脚羊的话就是举着那个放笼子的手啊，往那一举，所有人的心都在慌啊，指不定一个瞬移都到点上了啊。而且这样的这个阵容也就佣兵能。好的啊，直接往中场方向去压迫3位求生者的一个走位。离得最近的应该是磊磊。对，然后看到狮子密码机也是在墓地最里面，他跑脱的距离也是最远的一台。磊磊的幸运儿放了一个香水，那就是双龙啊，经典双龙去针对到一个调香师啊。当然，不管你是调香师还是幸运儿吧，反正但是这边的双龙是把自己和幸运儿给隔开了啊。钻完龙之后，他愿力也其实掉了很多。对，对于磊来讲，前期的牵制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的话呢，现在成白板。是吧？前期固然是度过了一个双龙比较危险的时期，但是现在成白板了啊！想去牵制，走一个8字过来，给到一刀啊！再等一下愿力，现在愿力确实有点续不上了，而且磊磊这边凭借一个庄园老友的加速，走的还是非常的远的。对的，但是波将不怕呀。对于别的角色来讲，这手庄园老友其实挺头疼的，但是波将真的不怕，愿力等着就好。好，现在不是白板了，有了一个教授的盾。出刀，看一下哦，这边把教授的被动给打掉，幸而是有机会能够扛过这波。他有飞轮有盾，这一波是有机会的。看一下一个8字走回来，哦呦，教授的反应真的很快啊。对，但是双人6轨还是差密码机。飞轮，这个笼子必须要靠磊磊自身。哦呦，哎，这里出了抽刀，怎么选择会回来呢？感觉可以钻龙啊，是不是那个笼子是黑墙吗？但是还是被抽到了，那这样的话就有点亏了。对，然后这个位置也会干扰到凌云秋。对，但好在凌云的机子已经亮掉了。对，但是往好处想，这一局呢1分30多秒才倒地，啊，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赢的节奏啊，溜了也接近3台了。对，通缉教授救不了，佣兵要从另一个角度过来，太远，但那就直接让星辰来吧。对，直接让星辰来吧。星辰这边吃了通缉。一个双龙拆，哎呦，给到一刀继续拆，好在现在是没有愿力了啊。前面有没有闪现？真是有机会，也没想。给到一刀，对他就是晃一晃骗一下。对，磊磊这边谁开始许愿？当场许愿是吧？就一定要把这个箱子摸出来。看一下能摸个什么？现在进度是1半，应该是能摸起来，能摸出来。哎呀，
哎呀，能吗？能吗？能吗？其实最后一点了，应该能摸出来。哎呦，做到了。了。OK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啊。行，那就看看这一波救人位能不能让他把这个收获给大家展现展现啊！看一下狮子这波从很远地方来，方向是大概确定的，但是白鹿可能想人可能提前到了，往左边先看一眼，是求稳。狮子这个点还是有点被拦了，一个笼子。给到一刀打断他拆龙，但现在手里的愿力可是够的哦。对，还有一个龙。哎，但这个护腕有点尴尬。没事，正常双倒把人救下来也行啊，只不过是没有扛刀的机会了。对，现在救下来就可以。还有一块怀表，看一下这块怀表能不能牵制了。骗到了这个下板。主要是这样的话，星源和佣兵可能要倒在一起啊，看星源这个怀表能不能用出来。这不，打到还好是打到了佣兵啊。对。那这样的话还能继续扛，打击60，应该有多的一双手来了，凌云过来了，魔术师过来扛刀，是有机会的，还没交啊，看能不能撑过这个笼子。中间有交互点，把闪现逼出来也可以。是的，那这个进度的话，有机会强摸，有的，愿力不够，打一刀可能是没关系。这80多了，但是魔术师没有回光返照，没办法再接着摸了，对。其实魔术师的话，如果是能摸2刀的话，感觉是有机会够的，因为2刀魔术师也不一定会倒，可能是一个1/4加一个半状态，是吧？但这刀现在一个人淘汰到了。对，对于白鹿来讲，目标是完成了，就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扩大。是，或者凌云如果再摸一刀的话，主要是有点担心星儿，即使是回光返照起来，也那个溜不动。对。加魔术棒能溜一溜，手里还有飞轮。能衔接一下，飞轮顶掉，非常漂亮。但魔术棒的 CD 其实还差一点点。撑过去呢，魔术棒可以了，有机会。有一个地窖，看一下这个魔术棒，罩住，能不能牵制？这样的话，看这个地窖的博弈了。比较困难，手里没有飞轮了，只剩一根魔术棒，在这个点位要牵制还是有压力的。没错。哦呦，没办法，吃到这一刀，那最终还是保下平局。对，主要是跛脚羊的话，他确实自身的这个不好商量。对，然后但是喧嚣的话就比较难。喧嚣，我好不容易攒3个球，你一只鸟给我顶了，确实会更难受一点啊。而且这样的话还能让求生者这边飞轮再有更多的一个空间。对，如果说你上楼我翻的话，直接回速。对，他会在那边直接拉出鬼屋。是的，一般会拉鬼屋往终点方向走，或者去绕鬼屋的外围啊。因为这2个点位对于歌剧来讲都不太好跳。来，进入到对局，就是奔着鬼屋的先知去。先知是原地苟一苟。对。歌剧找一下。不会上楼的，这个点是肯定不能上楼的。对，上楼肯定要吃刀，所以往下排。找一找先知，哎，你看刚才站的位置就被排到了，也是及时的走了。对。但这边的话就走不远了。这刀应该是有。是的。再交一波影月。差不多拿到，但是这个地方吸鸟吸得很快哦。距离拉得很快。哦呦，第一刀拿的也很快，鸟已经吸了将近1半了啊！来，在鬼板牵制，这边双台飞轮，鸟也刚刚飞回来，正常把板子踩掉。但是这边先知走到了另一块单板里面去，这块单板算是比较好博弈的点。奈奈可能没有想到他断影了。这个位置要交易鸟啊，这边鸟被骗出来。但是鸟吸的很多，前面进入双板之后还能再玩一玩。是的。回头把2块板子都盖。迷你踩板的非常快啊！现在飞轮也好了。哦呦，漂亮！有点后悔刚才鸟没打，是吧？回溯这个位置可能要交闪。看一下有个飞轮博弈，哎呦，漂亮的往角落倒，把闪现逼出来了。而且手里还有一只鸟。对，还有一只鸟。往这个角落走，本来对于兔之鸣来讲，往前走跟的话是不用叫这个闪也能击倒，但兔之鸣这边有点着急了。是的。主要是对于先知来讲，其实这个牵制还是比较合格的了。啊，就是在这边也完全不打扰队友，是吧？我要往终点走的话，可能会干扰到队友，但是我在鬼板这边溜的话，也不会干扰队友，然后离我们其中一个救人位也比较近。对，然后空军这边救完人之后能拉点，再加上先知手里有一只鸟是有大概率上车的，没错。就看一下2阵那边有没有人点。如果有人点的话，对于兔之鸣来讲节奏会断很大一波。给到一刀，那这个枪。要给一下了，给一下，然后先知这边有鸟，还可以去坐车。对，然后空军可以直接修鬼板机子，是的，让外面奈奈单独去坐车。如果坐上车，鬼板又能修，到时候最后再来补起点，密码机分配的很明确。看一下奈奈想在这个位置再牵制一下，
实在不行就套鸟嘛。对，这个点位是可以吸很多鸟的。回溯过来套鸟啊，不打，那这样这个车的话就一起做。对，一起做。要不先把驾驶位占了，没占上。没占上，那这样的话开车，那走吧。副驾位也跟上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下车就会倒，看一下这个博弈啊。对，站台没点。 哎，两个人都博弈错了，对，因为奈奈这边就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？遵循监管者和我肯定是下一边，我点跟他同一边的话，他没准会再坐回车上去。但是兔子一鸣这边就原地在等啊。对，看一下底牌切了个什么。对，那这样打下来的话，这局的赢局节奏就很难打了。对于 MRC 的求生者来说啊，不过密码机分配是很明确的，只可惜这边小迪会被干扰到。小迪这边其实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。 下一波星河救完人之后，先知得拉远才行，不能干扰这个密码机。看星河那边一点都不着急，必须得先把密码机修亮。99， 100亮了，坦乌万赶紧过去，很急。那应该是能救，稳救的。看一下到时候的一个扛刀了。对，主要是他没有火光返照，看能不能再吸一只鸟啊？不扛了，不扛了。对，怕鬼板这边密码机不够。那看一下先知手里的鸟吸多少，手里有飞轮是有操作空间的。 7成8成的样子，吸不出来。飞轮没摁出来啊。那密码机也够了，其实也是一个伪4人开门战，对吧？而且终点那边有人贴门。对，那导致这个角落可以拖很长的一个挂椅时间。是的。直接亮的话，门能点到。直接点亮。 3人或者说一个伪4人开门战吧。这边先知倒的还是比较远的离椅子，然后小迪那边在起点扛压。不过小迪在起点扛压，感觉是不是让星河在起点好一点？有点危险。对，小迪在起点扛压的话，手里受技能的很难扛住啊，除非是找不着。哎，直接传了，真没找着，没想找。 终点一个病患等好了啊，距离拉得好远，但是回溯过来看，把小迪调出来没有？小迪没有，小迪还在稳，还在狗。但是终归是能找到的吧？咱就说，而且手里也没道具了，这地方一共也没多难找。那基本上就是平局，地窖也离得很远，难走。还在20排的差不多了，就确定你在起点站最里面了。是的，那这位置应该是能排到，找到了。 啊，这回真找到了，排到之后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是，星河那边摸了一个护腕，但这个护腕哎，飞轮回溯过来，暂翻回去，哎呦，很秀的一波博弈啊。对。但是队友也决定什么呢？决定我们先出去啊。对，我们先出去，走不了了。这边至于你自己能溜多会儿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。主要这个地方离地窖实在太远了，哪怕说地窖在鬼板，也很难溜过去啊。对，就基本小说家，我觉得这个角色你就应该追。 就前期就直接开追就完事儿了，不然的话到后边来找你就等着吧，你就等着吧，有罪受的。只要你不处理他，他修完机之后自会过来找你的。对，修完之后队友再帮他盖个板。是，这机太多就好。实在不行，我带什么？带兴奋啊！啊，哎呦，这站台哥不在站台了，给到了火灾调查员。火灾调查员绕站台的说法，感觉比杂建员的要少一点呀。对，要少很多。对呀，他是怎么个绕法？ 直接过去单挑一下磊磊。不过磊磊的话，上一局溜的其实是很好的啊，他对牵制肯定是有自己的心得的。GW 把磊磊放在这个点位，也是对磊磊的一个信任嘛。是的。看一下板先拍下来，水交出来，好吓人呐！干打气囊也补上。但是你看他就玩不了站台，你发现没？飞位拉得很快，他得转点，只能说看能不能下一个球再回站台。前面要去2板一窗那边去玩了。 这边也是个小短板，气囊再逼出来，但是白鹿这边没有被断影月，还好，是。再绕回来，感觉这刀其实马上应该够呛吧？这个就看这个博弈怎么搏了。抽刀盖板没问题，回速也加点，火在这个位置，前面还有球，主要还好，交飞轮补一下距离去找球。其实你看前面的牵制都是非常不错的，对，很稳定啊。对，磊磊真可以。 这刀打到，但是有球去弹。哎，这个位置是他想去的位置吗？要去双窗，双窗感觉要交闪要倒了啊。但对于火灾来讲，没干扰队友密码机吃个闪倒地，算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了。但这局他很明显不是一个赢局节奏啊，目前来看，密码机才2台半，对吧？就是说你打歌剧想去溜成一个赢局节奏，是需要一些机缘的，对吧？而且火灾他没有26能力。 野人救下来还要防双倒，他肯定不能去帮忙跟什么的。对，而且在终点半场这边地图资源也基本上消耗干净了。对，
下来是肯定没有什么26的，这是可以确定的。甚至说野人还要防双倒。对。那这局保平的话，假设是保平的话，其实对于整个的局势影响，就是没有把这个劣势往回搬啊。啊，正常给到一刀。看一下这边没东西了，直接弹双倒。对，可以弹的。对。双倒之后，磊磊去那边3板，也走的不算很远。看一下雷想要干什么？掉一个过桥。过桥想找谁帮忙吗？看凌云那边砸剑员也没法帮啊。哎，这边断影了。很极限的断影。是啊，感觉这个好像断不了啊。对，有点小亏。哦，反绕一波，绕不到。哎呦，还是绕到了。那这波就纯赚啊！这波对于白鹿来讲就是纯赚，这个双刀打的。是说这局打出来还有一个赢面节奏，因为密码机还差最后一整台，差一整台，而且遗产还没人补，现在只有1个人在修。小石家星辰要过来救，要来操作这附近有没有板区，换一下位置。但这波换位只能是拖延这刀时间。前面还好影子要消。对，有一个回速。回速过来，要不然这个人救都救不了。刚才那个还要打双倒，不想给你保。打双倒，磊磊那边进入一个小短板，2个短板，双板组成的一个地方，尽量还是要多撑一会儿，要不然这局，哎呦，这个刀，回头的这一刀给藏红光骗刀啊，这个属于是给太好了。这边火灾根本就反应不过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小说家的位置要被找到，这局就是多了。对，只要能找到小说家，这把求生者很难打。对，别人也教过自己。太凶了，还是。绝处逢生教完之后可以传送直接落地。哎，直接找野人，野人那边很嚣张，想去修密码机。你手里是没有绝处逢生的。给到一刀。是的。第2刀很快，这个位置还在隐喻的一个范围内。哎，不过断了。断了。断影了，那还行，还能再活一下。感觉刚刚应该是撞到狮子身上了。对，撞到狮子的这个野性伙伴的屁股上了。冲过来。那这刀应该是有了。哎呀，狮子这波御猪之术很好啊。但是还是避免不了倒地啊！这边挂上之后，小说家也是刚起来和凌云进行一波状态的调整。那状态补完，你们2个位置也确定了。但是地下室谁能来救呢？感觉地下室无人能救啊！对，小说家身上那个书也没吸出来。但你就说来不来救吧，必须得来救啊！不来救的话，这把不来就结束了呀。对呀。但很难救，看样子是要压满。对，压满的话，白鹿会去排遗产机。而且起点那台密码机一定是有人去点的，所以这边只会有一双手在终点半场。对，不过刚才没排到2名，没关系，把这边的一条桥排完之后，那人一定是从另一条桥过来的。对，反正凌云这边你要么就别修嘛，对不对？已经排到凌云的位置了。哦，好极限的一个跳。这个时候白鹿可以回头看一眼，如果后面密码机还在抖，那就可以直接深追。哦，身后密码机是亮掉的。一个甩坦，很漂亮的一波操作。不过那边的话，野人过半应该是能被正常救下来，想去守这台遗产，再去捏骗红光。想要这边直接抢拿节奏也可以，因为差一整台。哦呦，这个直接牺牲自己的一个冷却，拿到这个隔窗刀啊！小说家在后面直接把野人状态补起来。野人现在是不能倒的。那挂到这边密码机怎么办呢？密码机在脸上29起心机，小人那边起心机，野人在这边卡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凌云也要过半。是凌云，因为野人不可能卡半救。对。看能不能排到。排一下位置，因为现在肖尔明过程当中没排到位置。终点。哦，这边出现一个失误。那应该是知道。但星辰也没敢修。过来压一下星辰，到时候可以回速直接去找野人。哦，这波博弈。那这样的话，后面的影子消掉了。是的。回速不了。这个还是一个很大力的盖板，2个大力的盖板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终点的密码机也在抢了，把板子踩掉，现在比较考验白鹿的一个控场能力了。不过也不用担心，这局反正它不会是一个赢局，对于求生者不会赢。对，所以白鹿起码是平起。对，所以白鹿他现在就是放松打，但是 GW 这边要想方设法要去争3。对，小说家这边状态了，不对劲，这边是狮子在扛压，但狮子是一个挂飞啊。这波冲刺感觉还是要吃刀。哎呦，那吃完刀感觉有点毁啊。对，本体也很危险。不过这刀没拿到。拿完这刀其实可以不管狮子，回去再控状态了。挂上也行，我觉得。挂上他手里没传送，还是平局。他们应该也没人贴门，应该也没人贴门。看一下，看这个板子怎么搏。要看狮子怎么搏。这个板子哦，狮子这波大心脏。
看一下能不能跳双，应该是能跳双。那现在白鹿要回去管机子了，要管机子了，要把这个传送时间拖出来了。是的，现在是可以尝试控状态了。77，赶得上80，来得及吗？感觉有点来不及，但是他走错机子了。那应该就是3人开门战，7点是的，野人能够直接去点门的，手里没传送，这局对于白鹿来讲还是有机会。没错，这局应该是一个偏平了。脸上有2个人，是的，看能不能把这边去中场的人先秒了。感觉够呛。这局主要是没传送了，对，挺难的。他就算秒了，也没有办法去争多。主要是白鹿刚想了想，还是要去处理野人会亏一点。本来3个半状态控状态这把，当然如果那个板子搏到的话就不一样了。对，主要还是那个板子的博弈。不过凌云也没有选择去点门啊。哦，点了还是点了。但是杂技人点得很慢。对，挂到这边，野人得过来。这是好像开不了吧？这个门，话说啊，对，野人得赶紧来了。杂技是开不了的，所以野人必须得来。还有拉扯空间，手里有传送，还有机会。杂技这个角色没办法。3星野人，你看他留着猪，他往这边赶，留着猪。对，因为一旦确定野人上猪，就可以直接回头传送了。是的，也可以骗传，看一下求生者这边的操作。哦，好，这边的话也是断影了。凌云这边扛住了压力。这边交一个毯子在，铺一下路，回头应该是处理掉。哦，这刀空了，不能再让他折了。是的，那边快到门了，看看传不传。要挂那就是先骑马跑。感觉白鹿没必要，就是先守住就好了。对，那边感觉有点悬，狮子还卡在中场。啊，直接传吗？传送落地是一个小说家，但小说家卡回来了。换砸，小说家能走。那隐喻还能回吗？还能回吗？回速回到了去，那这样的话有机会有3，机会就3呀。那边野人点门，就下来野人点门，再去点，看一下这个时间赛跑，感觉是赶不上的，白鹿很难赶得上。只要不失误的话，有机会。赶不上，这个时间已经到了，差不多80、90，哎呀，失误了。那这样的话，2个人能出门翻回来了，对的，完成了一个3跑。这样的话，去挑战自己了。他在采访里也说了，给自己上压力，看得出来这个压力是拉满了。是。我感觉橙子在说小丑没问题，这阵容我就拿小丑了，是吧？没问题。那追前锋开不了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底牌被对手提前知道了的感觉啊，很难打。要说的话，看前锋给不给吧。对，前锋不给，那这个阵容就没人能给。又或者说直接去追祭司，对，也行，因为祭司的话抗阻还是有效的。来看一下兔之英明的一个追击方向，时装都一样啊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考虑这手祭司。在之前比赛当中，祭司是有被小丑突破的先例的，但前锋的点位不好，昆虫点位也不好，角色不好，小说家更别想。感觉是祭司了。对，就是祭司。无限距过来看昆虫咋办呀？绕一下。哎呦，绕一下。难打。回头看一下华慈这个位置，应该是要把昆虫收回来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回去找，再找祭司。但是那这样的话，祭司就准备好高地洞了。高地洞。极限打出来啊！那感觉这个地方能玩很久啊。但你别说，熟练度挺高的。是。想想高低差的洞不好追，那只能找奈奈吗？对，去找奈奈了。奈奈小说家可是可追，换位砸头啊，也可追。换一波。换位砸头，但是有抗阻没关系。是的，没事，还有这么多无限距。奈奈点位不算特别好。哎，兔之英明这个位置不上。直接 A 闪先拿一刀。然后有飞轮，而且还能进大房。是。这个点位大房那个板子得直接下了吧？对，让或者说看一下。哦，又好了！哇，吸的这么快，这边。刚刚看来是兔之英明上道具的时候被看到了。昆虫也来了。遥相望。在密码机已经4个半台。遇到虫子上。虫群真的是很无力呀，感觉。小丑打虫群真的很无力。对，看到这个阵容就有点感觉什么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。是，别说群童了，连群虫都能欺负我一下。对呀。没事儿，再来一次，好。没事儿，还有什么花招？48秒了，快省出来吧！出来吧！完了，你看又在这盯着看，马上来了，逼着兔之英明只能倒着走。你说说，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但好在说吸的不多。再拉锯。
有飞轮，哎，想去主动迎上，叫飞轮没认出来，我感觉是。那这波算是小失误，不过没关系，节奏很好，3台半。看星河这波救援了啊！其实前锋救援的话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到椅子前直接拉球，对，然后逼他出局，骗一波。对，逼他出局。你要不出局，你就被我撞晕。然后你要是出局的话，我就正常救下来，哪怕是双倒也没关系，至少花显位套出来了。啊，这局的话，双倒应该已经是挽救不了局势了，对于监管者来说。但是救不下来是能挽救局势的，有机会震慑，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小弟也过来了，对，小弟也来了，双保险，震慑就遥遥无期了。另一边前锋把人掏下来，坏了呀！这样是一名中计了，中计了，这能上去吗？相信自己，哇，非常高的熟练度，人已经跳，还得再下去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哎呀，坏了！这个，要不然其实我觉得从前面下也是可以的嘛，对吧？人不能踏上2条阶梯啊！对，不能一次又上又下呀。对这次都对于这个手感要求很大。飞轮躲掉，还有砸头，手里的书也吸好了。哇，这个隐喻，兔之一鸣拿不到节奏，好痛苦的，感觉坏起来了，很难受。这个剧直接拉吗？先踩板吧，踩板了，踩板吧。带入到兔之一鸣真的好绝望，好痛苦啊！还搏到了，奈奈这个位置是可以倒的。是的，他可以把手里这个隐喻省一省，因为旁边有前锋，前锋还在，还是满状态，手里球还有一半。啊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打了，有点。不过好在说兔之一鸣手里是有挽留的啊，直接签。看这个狙能狙到吗？没狙到，狙到前锋，没狙到奈奈。前锋差不多可以撤了啊，那前锋没有回光返照，而且前锋这个位置刚好可以贴门，奈奈带走就好。直接亮了，但是有挽留啊！这是哪位部将？没防，哪位部将的指挥？这是重生者是没有防到小丑带挽留，对，而且闪现也捏着，所以这波算是给机会。不过好在说小追加是2挂，上挂飞，小迪在旁边还能救。在后边，现在兔之一鸣还是很痛苦。但我觉得其实闪现拿得到也是 OK 的。看一下，对，哎，这个地方真可以起大动的。7个超声通道准备好了啊！无限锯，这不过去。前锋卡在中场，你要是锯小迪，前锋中场，但是这时候有点来不及了啊！对啊，回头了，那应该是能3跑的。对，就是一个稳定3跑，没有必要去再争这个4跑了。哎，小说家被偷了，完了，小迪回去了。长场部队又是一个4跑，我的天哪！小迪一卡，给到一刀打出去了，小说家的位置也走掉了，又是一波4跑。旁边的那个角色。在角色页上的杰克啊，还是在想你这个会有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才3周，对吧？会有的。啊，这也非常熟悉的一个时装啊，也刚编的啊，属于是。就等着到时候开门战200点4加上闪现，直接秒一个。对，那很富裕了，那很富裕了。再叠加一个幽闭恐惧，没准还能再秒一个。哦，那很多了啊。但是这一局的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往中场方向去压迫，中场这边站着磊磊的画家啊，磊磊画家是不是也琢磨着趁蛛丝少的时候看一眼？对，不过这个阵容追画家也挺好的，因为追画家的话，场上唯一一个硬控是直接没了。再说要控制的话，只剩下气象的一个没有被反绕，哎，有点被反绕了，哎，小程不够相信自己，想了想不太对，又回来了。哦，相比于相信自己，更相信磊磊不会被反绕，但是3场4还拿一刀，嘿，回来看一下，还真给他看到了。啊，小程本来一个甩尾刀是吧？把自己的头藏住了，但是这个时候磊磊直接强行上来看一眼，把这个画满，控制时间更久一点。啊，画满了，拿去躲这个画，不着急啊，其实硬看也行嘛，现在。这个画其实还是很难躲的，手里的移形这幅画是可以看的，别掉前头身距就好。其实刚才那一波低头有点亏身距的，因为不能确定他具体在哪嘛。对，开始加斯了，一层被仿画了。你看，其实小程这边预判的也很准，他这边没有用过多的丝去追这一刀啊，因为他知道我这边他一定会放画的，这样我只耽误了一层蛛丝还好。这波就可以直接击倒。对，移形过来到脸的附近啊，气象过来了。哎呀，气象一波，那画家的画说不定能吸出，哎呀，再画出来。是的，
这波大团配合的很好啊！哎，小陈这波追丢了，又让身位，他有点太习惯低头走了。对。那前面可以再上一层丝，第一孵化。是的。2层想强杀，3层直接画出来。哇，3层蛛丝来看画，很漂亮，而且手里还有飞轮。哦，这个画看的可是有点代价太大了吧？拖了很久啊。那要小心点了，这一局的话，并非不可能4跑啊。给磊磊这边稍微换点啥是吧？啊，飞轮，他选择不暴露自己的飞轮吗？还是应该没交出来呢？刮到低情商没交出来，高情商不暴露自己的飞轮啊。密码机是3台半。看给画家整点啥？这局的话肯定是要争3的，保3争4的。西向手里一直捏着强风要来救援。来了。那你逼我，我再救呗。反正你不逼我，我也不着急。外面先修着，画家也坐着，对吧？都不着急。也不着急，小程可以等等丝。对，小程这边也不着急。反正我这波手乙的话，我把蛛丝攒到个70、80也可以的。这波看一下会被强风直接救。小程也在防，强风推开，给刀，漂亮，给刀。然后这波强风留着保人，会怼门，骗一下没骗到，星辰捏得很稳。哎呀，小程这边有点被卡住了啊。那踩板的话就可以交道具。还是等一等。但身位不太对。哎，又有点跟歪了啊。最后一条密码机已经1半了啊。那这样一直保下去也不是事儿啊，主要是气象学家也没有回光返照啊。对。气象这个位置是，哎呦，倒地了，没有回光返照。想一想，继续追，坏了。可以。那这样倒地的话是亮是不亮呢？2个人都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如果倒得快了，可能2个人都要被挂在一起。那还不能亮是吧？想蹭丝，这个丝能蹭掉吗？蹭掉了，还行。这有点尴尬。你说这也是正好2个人都没回光返照，就这2个人在脸上。所以需要狮子这边带着花显微把人带走。看一下有气球刀的说法，狮子这边可以再等一等，因为画家还不算特别极限。是。密码机贴到了，小程这边也差不多该放了。这个位置放起来就可以正常直接过去掏，但下来之后要看能不能保。护一下。西向也起来去贴另一个门，但前面这个位置画家拉不开。别开了。直接一个强风，可以，但是磊磊这边也走不了，也没远，蛛丝量太多了，好像也没人管磊磊呀。这画面看着，好像是没人想保，没人管磊磊。对，倒地，如果减刑的话，甚至还有机会去管门，对，甚至还能保平。前人凌云的话从门口走开了，看看堵哪个门啊？都不点了，都不点啊，先溜达，一会儿底牌传。是吧？这边耳鸣都没有，倒是不着急。100底牌传这边是落地之后啥没有啊？附近最近的是狮子，狮子的守墓人卡着了。哦，听到了。到了，3层丝出来，应该是能直接打掉。打到这一刀，快擦刀和慢擦刀的一个结合啊。前面这个地方。一个单板博弈，好像加到一个板，加到1层。星辰也过来了，刚刚星辰也在这个位置。啊，星辰应该是要走。啊，没有，要接应一下，要接应。好，想去争一个3，想争3没问题。啊，这波的话，星辰手里强风在捏着，质量有3层，看一下这波3层，别被打断就好。3层，哎呀，没蹭上，没接到，这又变成了。但感觉身躯还是不太够，得推一下。哎呦，凌云这一波推一下，导致身躯够了，也是顺利的3跑。是的，那最终也是要恭喜 M2C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同时收获了一场净胜啊！哇，这个牵制，因为你前期如果没有拿到存在感，那么你没有空中飞人，你是不太好去进行一个追击的。是。所以年轻还是选择拿了跛脚羊。要注意到这张地图其实是 GR 选出来的，他们牵制，这选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。没错，而且其实脸上这2位都很能牵制啊，不管是飞行家还是说木偶师，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道具或者技能去脱掉你的围容。是的，所以还是比较考验年景的一个熟练度的。
看一下年景的走位是直接往小门方向，有可能会拐一个中场啊。但中场这边幸运儿是直接开始修，非常的自信，很大胆。这个点位脚印是可以看到的。没有防，可能也是想多摊一点密码机，但是这一波对狗狗来讲，他的一个牵制空间就没那么好了。对，手上是只有一个怀表的，但是摇出了但是有摸到怀表。但这个一个怀表的话，你其实是非常难牵制的，毕竟你不像大副，对吧？人家大副有3段，你只有2段。下一个维柔应该可以利用这个怀表去，这里可以盲抽一下，哇！你真开了年景，他是完全没看左右啊，就狠狠的盯着这个隐身的幸运儿一刀下去，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他能走位不多就盲挥了，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就狗狗他其实有一点点把自己逼到比较左边的一个位置，对对对。然后你摇表的一瞬间其实是没法去走太多的空间的。对。那现在40秒击倒，这就是我们前面开局说的比较怕的点啊，下限太低了，你被秒的话，这把你完全没有后期。对幸运来讲，双弹加化险唯一的一个天赋，你手上没道具，没有办法26。而且这个阵容它其实没有一个能够过来说帮你 OB 一下的。是的，哎呦，再来一个超远笼子，还摊到了11一刀。那这一波年景这个开局可谓是天胡开局，没错。不过狗狗也是忙里偷闲啊，翻了一把枪，用这把枪看一下有没有机会36起来吧。这一波的话，密码机是完全不够的，只有2台不到半的样子。是。脸上还压住了大副开局的一台遗产，这边大副得去找新的密码机进行破译，然后考虑让木偶师来救一波。因为手上有枪啊，所以这一波一定是会来救一下的。对的。救完以后，看幸运儿能不能利用飞轮拖出年景的技能。愿力值很多啊，看一下要不要再放一个呢？还是直接打手影？对，先逼救吧。这里想等龙，一波后撤消后摇。没错，但这里出刀的时间跟龙的时间没有那个衔接上，所以导致上一刀他打的是一个1/4的一个伤害。狗狗这里飞轮和枪都交掉了，也是逼出了年景的一个闪现，也是没能牵制出化险为夷的时间，比较可惜。没错。那现在场上的状态比较惨，刚才是有注意到年景这一把的小天赋是有点到崩坏的，那你后期调状态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。而且对于年景来讲，手上的愿力值很多啊，基本上找到谁都可以快速的处理掉。对的，莫斯你也只能交一波路易，拖不了多久。都不敢轻举妄动啊！现在都是想说先藏一下，但你右边看到了，这个地方再来一个再来一波八字龙走到脸上，这里的话可能要被迫先交路易了。是的，直接拆没有关系，再封一个，但是封路龙、反向龙2个好像关进去了，星焰啊没在里面，卡住了。对。这一波反正你只剩下1/4的状态嘛，我交2个笼子不让你进板就完事了。我等你掉完状态，我就直接平 A 就够了。对你也不可能说转到左边的2板去。现在求生者需要补3台密码机，这个对局是非常非常难打的。这里金闪闪的位置已经被排到了，看一下这个笼子，先钻过去，然后一个喷气背包，先拿一刀。这个位置救人的话是可以救下来的。有一个笼子后撤。打到的是好，星焰摇出了路易，打到了一下。没错。但他自己牵制的空间其实也不是很大了，这一板子是有用过，而且他也没办法转到更好的下面的一个2板位置去。是的，年景只需要等一下自己的愿力就行了。对，跟一下就好。他这个笼子也可以反向放，反正你现在是交不出路易的一个状态嘛。有没有笼子，我拿到刀就行了。或者就是我连愿力也不交，我就跟上去，就等你路易结束平 A。我赌你前面的路也可以的。对的。现在手上有传送啊，对年景来讲，不管是手椅还是打拉扯都可以，稳稳的守吧。先把这个莫斯给守飞，然后再用传送去追击墓地的那台遗产。发现了想来救人的11，怀表先摇出。如果你拆容的话，先打一下，能够锁定位置的。再打，第2段表也摇到了，那再补一个笼子。这里出刀的话是可以救下来的，位置很近，所以年景不出，他想打一个震慑，怎么说？虽然没有震慑，但是还是阻止了11的这一波救援。没错。
那这里可以把11给打倒以后，再去管墓地的密码机。年景对于淘汰进度这个把控非常的到位啊，因为他知道肯定，对他肯定知道说你们是更急的那一方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单向龙，是只能钻1次。那现在墓地的密码机刚开，求生者还有最后一台60%的遗产需要拉扯，但是道具来讲，大副这边是没有道具了，爬起来。 就算交了绝处逢生，他也很难去拉扯这个残局。没错，年景的话，他自己是有传送的，只要你哪一台密码机摇，我直接传过去就好了。是。现在飞行家也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，虽然道具都是很多，但是状态太残了，他其实不太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资本去牵制。哇，这年景这排人真的是非常的准啊。开着吧，真有点意思。是他这波牵制是不能有容错的。一个。 背包稍微化解了一下这波攻势，再一个飞轮，第2次传说，这应该是走不了了。是的，大副那边也是交过绝处逢生，看年景要直接传吗？爬起来有一火了，所以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传，而且知道脸上这台是一个大遗产嘛，先把人给举离开这台密码机，然后放下，再慢慢去找。哎，好像他是看到那个密码机的抖动啊，所以直接选择放下，立刻传送。那大副这里也没有绝处逢生了，这把求生者。 被完成了一把4抓的，然后去通过冒险家的躲藏，对吧？他在躲在挖的同时呢，也等于是在破译了。那其他求生者占一些好位置，是有机会可以往后拖的。是。我一往后拖到破译加速出来，我密码机其实就没那么怕了。没错，那像很多打小丑的打法都是我要么中场的冒险家，看一下。 对，看一下第一波的输液的一个位置吧。如果输液的位置不是特别好的话，会比较难受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这局的真9带的是张狂和底牌以及闪现。是的，这样的话，在中后期如果说打出优势的话，可以利用个底牌来打一波来回守密码机的拉扯。是直接选择交无限去。卡蒙这个位置还在修啊，很稳，想骗路易，但卡蒙也没骗出来。 最终成功用路易扛住了这一波，那再转进板区。但这里有一个长板的话，就是还可以再玩一下。这把真9是带有快踩的，所以快踩的压迫性是比较强的。要把板踩了，然后再交无限去。但这一波卡蒙还有博弈的一个机会，是自己交路易冲过来，先硬断这个句子。这样的话存在感给的会比较多一点。是的。看后面的一个牵制了。 其实闪现还没好嘛，但对于真9来讲，就是跟着不停的踩板，因为1阶距其实还是比较难拉进一个身位的。对的。前面那个板子可以下吗？没有下，选择拉距离。卡蒙非常的自信，对于小丑的1阶距的距离的把握。闪现，但是还是打到了路易上面。哇！那还能再继续把你往角落里面去拉？你每拉一个距，它就是一个10秒钟过去啊！这对于求生者来讲，这密码其实咔咔的往上涨。 这里还在骗一个板子，这个板子掉了，不下，你不过来我不下。是的，可以看到左边阿策已经接近100的输液了，马上手上有一台，那求生者就是牵制了3台密码机，有一个1阶短距的博弈，看一下怎么说，骗过来了，但是狙到了板上，太能牵制了。是的，前面这个身位板子是可以翻的。对他们还害怕说你可能要倒在遗产这里，所以2个人一起来破译了。但是因为有冒险家的存在嘛，这台倒也不太会被压。一个预判，但是还是被卡蒙给算到了。他知道这个真9要往右边拉，现在有点难受了。我感觉这里甚至冒险家可以帮忙扛个锯，说实话。终于是击倒了，直接打倒，但是大推的密码机也要开了。现在场上密码机是3台半，冒险家手上还有半张书页，他直接去翻。 挖完以后，立刻可以秒掉一台密码机。对的，这一把真9其实到目前为止，它的闪现 CD 已经来到了70秒。是的，你要说他失误吧，我觉得也没有，就主要还是卡蒙那边太秀了。这飞行家虽然说破轮没有断掉距，但是也不妨碍他把人给掏下来。没错。现在就是让卡蒙找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，然后下一波大副化险为夷套上的瞬间，同时让求生者开门。 通电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打一个4人开门战。是的，密码机的话，目前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台。但是真这里选择直接出去管外面的密码机，
外围的话，小木屋的飞行家其实是不太好秒的。这个冒险家是有飞轮可以去规避的，想骗，但是没有，也是成功顶掉了。阿车手上带着书页，并没有在小丑来之前去把这个密码机给秒掉啊。这样的话，可能要带着书页上蚁了。不过对于穷子来讲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有化险为夷嘛。 怎么都是可以操作的。对的，虽然刚才这个地方是木偶师牵制，但其实他的板子用的都比较省。是。现在看一下小推的密码机有没有抖动。真真还是想再打一下遗产，因为如果说把木偶师那边的一个绝处逢生逼出来了，对吧？嗯。这样的话，他中后期也有一定的机会可以拉扯。一定的伏笔。对。但现在也还是交了，因为木偶师他其实还是得去做点事情。没错。一波无限锯。 把大副打成半状态，那这里大副往外拉扯，真真九也是怕有人回来补小推这台密码机。冒险家一直倒在这里的话，其实冒险家就是一个活的定位，他就围绕着冒险家来排一下外面的耳鸣就好了。是的，可以看到外面墓地已经在开了，你现在无限锯断了，那冒险家要爬起来了，他准备去用手上的书页去把密码机。 强开，对的，那还是4个人开门战，真真手上有底牌，求生者并没有贴到小门。如果说处理的够快的话，卡梦没有绝处逢生，他还有一个平局的机会，但仍然锯到了板子上。这一波判定终于打倒，看一下传不传？直接传，这就是前面逼出木偶师绝处逢生的一个伏笔。现在穷者必须有人回去摸这个木偶师了。那真真九现在。 这个小门不太好管啊，还是比较疲惫，他得想办法去找中场卡着的人，或者说他能够找到那个同样没有绝处逢生的冒险家，就还有一点机会。飞行家在墓地这个位置，其实他是不太好处理的，而且他道具还比较多，知道你还有悬停在的。耳鸣有很难排啊，这个人往中场，但是躲在了边上的一个楼梯小给我，这也能找到吗？ 半状态应该是那个小碎片暴露出来了吧？真真九这一波排人非常的准，那把冒险家挂上，木偶师没有绝处逢生，但是这里还是防了一手，求生者会不会来打大门？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找不到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找到了冒险家。不过这个大门我感觉比较难打，因为首先飞行家是半状态，对吧？那你大副这个点位。 再怎么拉扯，飞行家他并没有去摸人，飞行家那边是爆乌鸦了，所以真真就算是有摇了怀表之后，还是有机会把你给冲出来的。这个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够赶到门口。真真其实可以放心的去逼这个道具的，逼大副的道具。如果说那边乌鸦爆点，对吧？靠近倒地的求生者的时候，他可以再考虑过去，去把这个飞行家也处理了。这就是钓鱼之中的钓鱼王。是你这里是一个张狂的情况的话，你很难把这个人给摸起来。不过这个窗户呢，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牵制小丑的地方了，很难去进行一个博弈。哎，莫斯那边被大副摸起来了。 但是这个地方你还是很难聚到飞行家啊，甚至求生者要通门了。真真九如果再不回去的话，感觉是不是得先把门给管一下？这个人你硬在这里跟他搏长窗的话，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未来啊，很难，真的很难搏。因为求生者能反应的空间是更大的，而且大门点开了，冒险家一会爬门，哎，小铁泥，是的，但是大门开了呀，你这边挂谁呢？你这边挂不挂其实都。 很困难，你想想啊，你现在把飞行家往离门口远的地方举 ，OK， 那冒险家会不会摸起来？但是你要举这个冒险家的话，你不一定能挂上。这边逼出了木偶师的一个路易，但是大副找不到呀，他不知道大副在哪，那怎么办？要不爬吧？家还是很想争，他们手上有化险为夷。冒险家可以爬，然后小铁他是有一个绝处逢生的，他可以考虑一会儿交这个绝处逢生嘛，毕竟有悬停，对吧？冒险家就爬，逼你挂。你现在就算把卡梦给逼走了，你不知道大副的一个位置呀，那无限锯你断不断呢？不想断，找不到大副，现在大副这把就有被撕跑的，对，就有被撕跑的机会。阿彻这里也是非常努力的在爬，马上要爬出去了。 看一下这个点，举了回去，但是举回去的话也还好，因为这个冒险家他是挂不上的。这冒险家他前面已经摇了很久了，对，他只是
把这个化险为夷看一下交在谁身上。那边飞行家交了绝处逢生，他可以去走小门的。看能不能挂上？对，有机会，因为就放过一次。可以挂上吗？想挂外面。哎呦，摇下来了。那这一波可以掏下来，然后让大副去帮忙扛刀。不过是选择让飞行家帮忙扛这一波的刀啊！啊，不是飞行家救这个人，对，让飞行家救这个人，求生者还要省这个化险为夷吗？还要争？对，那飞行家继续爬，飞行家继续爬。木偶师他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大副有一个化险为夷。这一波真正就已经很难处理了，只能把人不停的往外举了。继续往外举，看一下求生者这边还要操作吗？如果是大石头的话，是有机会跑的，对，没办法了，准备挂上了，看能不能搏个震慑吧。想搏一下了。搏个震慑的话，有平局，就一念平局，一念四跑了，我感觉。怎么说？博弈时间还很多，疯狂的在骗，博弈时间还很多，但是并没有做出那个掏人的动作，想来一波卡位，但是这一波并没有卡到。选择让小铁去走地窖，大副满状态冲门。家战队在红教堂第一局即将完成一个10比0了。我的天哪！他们真的做到了。就他们的是，但其实就还是怕求生者打出那种比较上限级的那个配合来嘛，就是通过道具。与道具之间的一个配合，如果说打起了联动，那么把跛脚羊前期的点到了小房，反而是点小房想优先封密码机，而且这一波确实也堵到了先知的一个点位。是的，不过这把的话，密码机也会比较快一些，因为它其实封大房的话，飞行家是完全可以先把3连给破开啊。错，就看这把先知的一个牵制时长吧。单人 solo 了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。真正这里直接选择去追一下先知，卡梦直接在密码机边上躲着。那这一波卡尔明看一下真正的小天赋，还带了一个通缉啊。说，哎呦，过来以后直接砸头。那再走一个8字走位，那卡梦因为有反弹，所以拉扯了一下，把这个围龙的时间给拉扯过去了。对的。再给上一个窗台，还有自己的鸟可以玩呢。没错，窗台先往外拉，那下一波可能要用一鸟，想回头来偷袭。是的，但守门人防得很好。没错，而且卡梦就站在脸上，站在外面，直接进行一个吸鸟，反向钻过来，那守门人这个再来一波偷袭，但是这个鸟交的非常好，队友在帮忙拆笼子，卡梦在吸，他已经达到了6成了。没错，等于开局花了很多愿力，但是。直接飞轮开局，是的，这里直接飞轮补了一个身位，强行翻了过去。真真手上的愿力值是不够的啊，所以闪现开了这一刀，但是卡梦马上要把下一只一鸟吸出来了，有机会吗？但有人帮忙拆的话，其实压力就很大了。是的，阿彻手上还捏了强风，真真这里想摊一刀，有没有机会？先飞轮先下了出来，宁愿交飞轮，他都不交这个强风啊。这里很省，因为气象瓶它是不会回复的，但是飞轮会回复。对的。但真真9这里愿力值还是不太够，他只能继续追卡梦，不要掉脚印。卡梦那边的一鸟应该吸了有8成以上了。是的。这一波如果不能直接秒的话，有机会吸出来，吸出来了。怎么说？再交一鸟。再交一只鸟，我的天！而且这里其实复杂板区的话，跛脚羊是比较不好处理的。对，然后继续跟你绕。知道你现在没有愿力，没有办法处理我，你甚至也没有闪现啊！我现在就是称王称霸。哎呦，这个笼子卡到了一个角落，没有造成一个黑龙，愿力完全不够。对，卡梦他不仅没有拉走，他还回头等你，我等你回来，然后再继续吸，又一个砸头。第3只一鸟已经吸到了一半，虽然说带到了队友这里，但是。哦，小铁一个极限飞轮也是没有给到这一刀，而且有队友帮忙扛、帮忙拆龙的情况下，感觉这个先知更难处理了。第3只鸟已经达到了90，而且密码机已经来到了3台半，还没有倒。板区间的反复横跳，马上吸出来了，已经有鸟了。是的，一个围龙又被秒拆，这么能玩，很难受啊！你把我
围龙拆掉了以后，那我再给你打这一刀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对。就他根本不需要教这只鸟，他等到围龙好了，他再教鸟。那新的鸟又已经吸到一半了。是的，要看一下脸上这台遗产应该是72左右的一个进度吗？72的，没错。秒交道具。不过这里设计了一个黑龙，所以小铁这一波应该是不太好救人了，甚至真真想把人给秒了。如果能够把人给打倒的话，这一波节奏是追回了一些的。但外面反应非常快，已经在开了第3台了。是的，而且进度还都比较多。现在的话，换5星守门人冲了过来。是因为前期的节奏太好了，所以导致哪怕小铁这里被秒了，其实求生者的节奏还是很舒服。因为挂的人他只有一个嘛，先知一会把绝处逢生给交了。或者救下来的人去点一下，对，点一下救下来的人去碰一下他。对。这波真真，他还是想要打一个偷袭吗？对，就想要打偷袭。看一下2选1，直接钻这边帮忙拆龙。那先知倒了，现在把求生者的化险为夷给逼掉了，然后再回来挂这台遗产。但是求生者外面是有一台40多的遗产的呀，哪怕先知被你压在脸上，他根本无所谓。他现在想为开门战做铺垫吧，想看有没有机会再多逼你一点状态或者是道具，调动你更多的人过来打这一台。但是外面其实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开最后一台。而且先知被追的话有一个伏笔嘛，就是他没有回光返照。他可以下野就先交鸟。外面2个人在抢密码机，那这开门战的话是一定会有人可以贴门的。攒愿力吧，先不急放龙。是。看一下手乙怎么打。想打针对，但这里可以拆啊。对你就算想打正色，我也得攒愿力，我感觉得攒一下这愿力，没把先知罩住，再补一层。而且卡蒙这里直接交鸟，看一下求生者那边把电给通了，这一波我就是跟你自己卡板啊！哦呦，非常果断的一个闪现，直接打倒了卡梦。守门人手上道具是不多的，所以这个门守门人还要点。他们不会还想拉扯吧？他们这样拉扯的话，先知因为下铲对打出来，因为先知不是挂飞，如果飞行家手上那个化险为夷一会能够过来尝试一下的话，你别说，还真有可能打出一个开门战的救人。这也是把围龙拆掉了，在了这里，但先知是没有交过自己的。脸上这台89的一个进度的门，那如果说真真这里还要追的话，先知一会儿可以考虑交绝处逢生了。没错，他现在目标想的是要找5星，有耳鸣，但是没找到，躲起来了呀！全员冒险家现在，而且他越久挂这个先知，哎，有没有机会？一个围龙过来，但是都有道具。对，2个求生者跑得很快，知道你会钻过来，一个强风先补一下距离。守门人也把灯笼门强行点开了，没错，挽留1分1秒的过去。是的，哦呦，2个人一起在围龙里面牵制，有人拆龙吗？一个跃龙，感觉神仙打架。他们想要拖他的挽留，就直接把道具都交完了，跟神仙打架一样。这2个人都在笼子里面，那他2个人都打不了。这里没有愿力交笼子了，所以不敢出刀，因为小铁是满状态。先知那边在盯鸟，看一下来得及吗？跃龙一个鸟扛住了3台，反应过来，我的天！哇，那这里再交一个愿力值，这个先知应该是要走了，飞行家这里也保不住，那应该要打一个3跑了。很少见的一个场景，那么多的求生者追着一个跛脚要殴打。但当时其实真之9的上一波好像是没有交维荣的一个出刀啊，然后卡梦把那只鸟给了。如果说能够在逼出了愿力值的情况下去交这个鸟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他们已经处理得非常出色了这一把。哇，特别是开门战那个气象跟飞行家2个人在笼子里面一刀没拿，就一直在闪转腾挪。我游龙游起来了。我真的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做什么挑战，就是我们这2个人。而且他这把真的很需要这个兴奋来防前锋的倒地 OB。得带兴奋了。而且其实你带兴奋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我能够，就我前面那些你撞我归撞我，我只要这个人一击倒，我兴奋一亮，其实你没有办法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球其实，没锁定，还可以再想一想。锁定了。还可以，其实
因为追烧移速也是比较快一点。对，而且脸上就有祭司嘛。对。这波如果说快速往大房来的话，这样其实就是把结石往外逼。嗯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张狂挽留加移形。是的，直接选择往大房的方向走。年景这里应该是打算直接追祭司了。嗯，因为本身带的是张狂以及移形。对，没有兴奋。那其实他把祭司给处理掉以后，还是得面对前锋的那一波 OB 啊，那一波是比较危险的。对。来了一个卡红光，处理掉。但是祭司一生这里没有被上当啊，再反绕一波吗？还是想拉近身位，但关键是一生手上还有2个通道，这里直接跟钻，对，然后床弹再稍微拉一下，想贴墙盲上，双重惊喜，第一波没有上到球，第2波也没上到，没有上到，这一波规避的很好。是的，看一下这个点位，还可以再打一个洞到另一边去。直接打洞，再转一个板区，把自己的板弹给交出来。那现在你又不太好交这个双重惊喜了。是的，那开局1分钟才终于上到1个红色惊吓标记啊。是的，又一个洞，那这双重惊喜拉过去吗？哎，没拉，还行，最后补上了。而且他就围绕着这个前锋在打。是的，终于这个1阶开启。是的。直接上2个球，哎呦，空中飞人，还能回头再砸一波。他交了空中飞人，但没跳过去。是。那直接追前锋了，感觉趁前锋的球还在 CD，怎么说？而且飞轮不好交。能不能把他给架在这里？一个白球，因为他现在是有移形的。对。现在有移形的话，其实哪怕你交球，年景这边也不怕。跟上。飞轮想飞轮提前规避，但是还好翻板是翻的比较快。对，这样反而是倒在了自己的遗产上，而且压住了这台遗产压住了。其实一生那边牵制的确实是挺好的，没有掉状态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喧嚣的一个移速还是比较难原地撞倒的。是的，特别是也没有交技能嘛，其实有点掉以轻心了。特别是他还是带了张狂嘛，对，大概率会有一个耐受力的情况下，这一波算是比较冒险的。没错，机械师也贴了过来，想勾引一下，但机械师是没有化形为一的。是的，帮忙给一个技能，想让前锋有一波拉出球来的机会，直接拉。但是可以移形补上距离。没错，哎，这个门失误了呀，好像是误触了一下。这个移形没推过去，他是没有推到那个前面的空地。那有点难受了，这波本来过去，因为拉球有后摇，年景是有机会直接把人给秒了的。对。而且现在让机械师完成了一波无伤救，场上的密码机看一下是3台多。没错。下一波他在这个椅子还得防祭司会不会从后面打动，不过还好通缉到的是祭司。狗狗又准备贴过来，用气囊操作一下。现在。哪怕是火灾过来，但其实也有可能是祭司会帮忙打洞，给一个转移的机会的。没错，但他现在没有太大的办法，这祭司是必定要打洞过来的。是的，来了，先把洞打掉，清掉没问题。然后再给上一个双球，哎呦，再砸一板，甚至连祭司的伤害都没有拿到。前锋的飞轮还有10秒啊！接大洞。对，故意骗你。是的，是为了要拖前锋的这个飞轮时间。逼你来打我，对，能撑到吗？还有2秒的 CD， 哎呦，哇，刚刚好，见了，对的。那场上的密码机最后一台是达到了85的一个进度，年景开门战是有挽留的，通缉到了火灾。但是看一下求生者这个开门战的安排吧，已经有人在贴门了，对，已经在贴门了。那因为这开门战是有报幕的，看一下年景怎么选择。这选择往3连的方向走，移形还有3秒钟，应该要交移形贴门了。得管门，对，而且得从中场拦会比较好一些。交移形贴门，87想抢点吗？能做到吗？火灾调查员扭了一下位置，飞轮很关键的在扛球，哎呀，还是打到了火灾，没有挽留。是的，这先把机械师逼走，再回去挂狗狗。狗狗当时是觉得自己。那一波伤害要被触发了，所以在门外交了一个飞轮，他那个飞轮并没有卡进门里面，反而给年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角度，把他给击倒了。对，而且当时机械师也是非常
极限的想过来帮忙扛身上的，帮忙去扛年景本体打出来的那个球嘛。对。但是很遗憾也没有打到，毕竟那一波双龙惊喜拉了以后是等于说两边一起覆盖到了。那最终年景也是完成了一把平局。让我们恭喜基尔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其实有点没想到会是一个干净利落的2比0直接拿下了。对。